妈妈说话吗？没有回应，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？怎么坐在窗边吹风？万一着凉了怎么办？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。宋琪，我刚刚……没什么，就是有点发呆。当初的疑问像毒蛇一样钻了出来。我和宋琪结婚3年，身体明明都正常，却怎么也怀不上。默默，我们要不做试管婴儿吧？我已经考虑很久了。只要能有孩子，我听你的。刚好我闺蜜何晴就在生殖中心上班，找她安排最放心。不行，不用麻烦她，我已经找好了靠谱的专家，时间都预约好了。何晴是自己人，沟通起来更方便。再说了，你来海城才几年，在那你哪认识什么比她更靠谱的医生？正因为自己人这种私密的事儿才尴尬。默默，医生我都联系好了，这件事你得听我的。这么大的事都跟我商量没几年，又能认识什么好医生？什么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我来海城拼死拼活是为了谁？我不是不信你，只是何晴在那儿，连这点小事你都不能听我的，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根本没本事带给你和孩子最好的？好了，宋琪，我答应你，就去你找的那家生殖中心。试管很顺利，一次就怀上了。我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，完全忘了当初一的不愉快。今天被奇怪的声音一提醒，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我下班回来给你做。下午我跟晴晴约了饭，你不用管我了。好，那我去上班了，你照顾好自己，还有宝宝。宝宝，你还能说话吗？失败了。晴晴，我问你，7个月的胎儿能做亲子鉴定吗？沈梦，你疯了？你收集宋琪的头发干什么？你怀疑孩子不是他的？难道你出轨了？连最亲近的闺蜜第一反应都是这样。一旦孩子生下来真的不是宋琪的，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，你先别问了，帮我验一下。顺便把我和这孩子也验一下。行吧。累坏了吧？去跟晴晴吃个饭，怎么折腾到现在？快脱衣服，水都放好了，我帮你洗澡。除了试管选医院那件事，他平时对我真的没话说，知冷知热，事无巨细，这不就是我心中完美老公的样子吗？我怎么能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就去怀疑他，甚至还偷偷去做了亲子鉴定？老公，我想你了。看来今天晴晴没在背地里骂我，倒让你想起我的好了。肚子里还有今天做羊水春刺留下的针孔，哪敢让他帮忙洗，只能自己随便冲了冲。来，趁热喝了，喝完牛奶睡得香。一定是我想多了，宋琪对我这么好，亲子鉴定一定没问题。妈妈不要喝，牛奶里有安眠药。隔壁房间藏了一个男人，爸爸要摆拍你出轨的照片。他不但要夺走外公外婆留给你的遗产，还要在网上毁了你的名声，让你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怎么了，默默？快接住啊！怎么回事？不是都7个月了吗？怎么突然又想吐了？喝口牛奶顺一顺，温润一下嗓子，说不定就是闻到奶味才犯恶心。今天先不喝了，你拿走。这怎么行？孕晚期你本来就睡不好，喝了牛奶还能好点。听话，快喝了。他在急什么？是在急着让那个男人进来吗？我说了不喝，不喝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好了好了，不喝就不喝，默默，别发那么大脾气，气大伤身，对你身体不好，对宝宝也不好。明明是我在无理取闹，突然发火，
他居然还在安慰我，一点责怪的意思都没有。这杯牛奶真的有问题吗？隔壁房间真的藏着男人吗？我会不会真的冤枉他了？今晚我想一个人睡，在真相没有查明之前，我必须先保护好自己和孩子。老婆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没有，昨晚你呼噜声很大，影响我睡眠。那我去隔壁睡，你好好休息。原本我不急，可现在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？急！明天下午1点。一晚上迷迷糊糊，倒是没听到隔壁有什么动静。梦梦，早饭做好了，你快起来吃。你放那儿吧，我还想再睡会儿。好，那我先去上班了，你记得起来吃，凉了对胃不好。和平时一样，没什么异常。以防万一，这饭我不能动。结果出来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你自己看呗。为了赶这玩意儿，我快饿死了。孩子确实是我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孩子也是宋琦的。看把你吓的！老实交代，沈梦，你是不是背着宋琦跟别的男人鬼混过？怎么连我都瞒着？没有。那你干嘛好端端的怀疑孩子不是宋琦的？奇奇怪怪。我能怎么说？说我听到了肚子里胎儿在说话，这种事没人会信。可事实证明，那声音居然是假的。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鬼话，我居然这样怀疑他，还伤了他的心。沈梦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怎么瞧着孩子是宋琦的，你反而更生气了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那是高兴过头了。哎，你就当我最近借腹生子的小说看多了，整天疑神疑鬼的。我看也是，自从你怀孕辞职，天天窝家里看那些没营养的东西，脑子都看神经了。也就是宋琦脾气好，整天由着你胡闹。想起前阵子宋琦说他爸妈想来海城，我当时一口就给拒绝了。现在想想，真是不应该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着干脆让他爸妈过来吧，正好我爸妈留下的那套老房子空着。喂，梦梦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爸妈是不是真的给你留了一大笔遗产啊？妈妈不要相信他，爸爸昨天发现你不对劲，连夜打电话给何清套话。何清本来不松口，爸爸就把计划全说了，还答应他等你一净身出户就娶她，他们要一起吞了外公外婆的遗产。你看到的鉴定报告是何清伪造的，我真的不是爸爸的孩子。够了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要说的是真的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非要等到现在才说？对不起妈妈，我的能量还太弱，每次用完都要等好久才能再次说话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千万不要！千万不要什么？你说完啊！到底不要什么？我真的是服了！梦梦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别吓我。没事。我估计你是产前焦虑了，真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小说赶紧删了吧，看你都魔怔成什么样了。一边是摆在眼前的科学报告，一边是诡异的心声。当时觉得他知情达理，以前我们3个还是朋友时，何晴还表示过对宋琦有好感。后来宋琦开始追我，他立马划清界限。恭喜你们。可如果那一切都是演出来的呢？文件袋！晴晴，那个文件袋我好像落在餐厅了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到。放心吧，梦梦，我正好回去拿了。这种东西留着也是个祸害，我会帮你销毁的。他真的会背叛我吗？既然新生和报告必有一个是假的，那我就再找一家医院重错一次。回来的正好，快来尝尝，今天专门给你炖了你最爱吃的椰子鸡。中午在那儿疑神疑鬼没吃好，这会儿真是饿坏了。好香啊！明天去这里查一下吧。流血了，宋琦！梦梦别怕，坚持住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都怪
千万不要喝鸡汤，他在汤里下了催产的药，他怕迟则生变。完了，我好像帮了倒忙，害得自己提前出生，结局还是一点没改。可是那个坏女人已经拿着真正的亲子鉴定赶过来了，爷爷奶奶也沈悠悠，你除了会乌鸦嘴还会干什么？对不起。道歉有什么用？你既然能让我听到心声，还有上帝视角，你肯定有办法，快想！我想到了，有办法了！什么办法？喂，说话呀，又消失了。默默，别紧张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干什么？没看我妻子见红了吗？让开！今天早上产科发生爆炸，暂时接待不了产妇，请去别家吧。爆炸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妻子都见红了，人命关天，必须进去生孩子。发生这种事儿，医院也没办法，离这最近的是爱幼医院，你们赶紧去那儿吧。该死，去爱幼医院要40分钟。默默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就是见红有点害怕，还没开始宫缩。那就好，我开快点。悠悠，是你在捣鬼吗？路上再没响起悠悠的声音，我必须得想办法脱身。可偏偏在这个关顾眼上，胎儿才7个月，还没转月呢。胎儿才7个月，家属，我建议先打保胎药，能让孩子在肚子里多待几天是几天。是保胎？打！医生，听我的，打保胎药。不行了，羊水破了，感染风险太大，得赶快生，进产房。老婆，你受苦了，辛苦了。孩子，没事的。虽然早产，但现在技术发达，宝宝先送保温箱睡1个月，很快就能恢复。产妇需要休息，家属注意观察。沈梦，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！我好累，有什么事等我睡醒再说好了。做了这么不知廉耻的事，你有什么资格睡觉？哼，我儿子娶了你这种女人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宋琦，非得要现在说吗？我才刚生完孩子，就在几分钟前。没有一个男人在知道那种真相后还能忍得住。也就是这里，要在我们老家，敢做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，早被男人活活打死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就把话说清楚，我沈梦到底做了什么事，让你们全家在这儿像审犯人一样审我？你自己看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梦梦，别怪我，我实在是没办法昧着良心帮你隐瞒了。这种事情根本就瞒不住。孩子出生后，但凡有个大病小痛都要去医院，宋琦迟早都会发现真相的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下午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你亲手拿给我的鉴定报告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他们是父子关系。难怪我走的时候会忘了文件袋，怕不是你早就想好了
要销毁那份真正的证据吧。梦梦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？明明是你看了报告之后发现孩子不是宋琦的，哭着求我替你保密，还非说什么这善意的谎言。梦梦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这件事确实是你不对，你就该老老实实给宋琦认个错。别演了，饭店里到处都是监控，谁手里拿的是假报告，谁在说假话，去查一下监控就清清楚楚。够了！沈梦，你少在这转移话题。你要不是心里有鬼，怕被我发现，好端端的为什么非要去偷偷做亲子鉴定？你说啊！怎么不说话了？心虚了是不是？背着我儿子在外面偷男人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啊！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只要你敢打，我立刻报警，刚好让警察把这亲子鉴定还有你们这些事儿查个清清楚楚。阿姨，您千万别冲动，打人是犯法的。为了这种人生气，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。还是晴晴贴心，不像有些丧良心的东西。沈梦，事已至此，你背叛我的证据确凿，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下去了，我们离婚吧。表演了这么久，终于说到正题了。既然孩子不是我的，那孩子就归你，至于其他的，你就别想了。好啊，既然要分，那就分清楚。家里的房子首付是你付的，理应归你。至于存款，反正也没多少，你都拿走吧。谁在乎那点破首付和存款？沈梦，你少在这装蒜！你爸妈留下的那7套房子必须全部归我们宋家。那是我爸妈留给我的遗产，你们到底哪来的脸，敢在这觊觎我爸妈的东西？梦梦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岳父岳母意外身亡，当时根本没留下遗嘱。按照法律规定，结婚后继承的这些房产全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才费尽心思搞出这么多戏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就是为了让我净身出户，你好独吞我爸妈的遗产。沈梦，事到如今，我不妨直说，你婚内出轨，还生下别人的孩子，作为婚姻里的过错方，你就该净身出户。那7套房，你一间也别想带走。少废话，这份鉴定报告我不认，谁知道这是不是你跟何静串通好弄出来的假货？反正现在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我要重新做一次亲子鉴定，就在这家医院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做。好啊，既然你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就再做一次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听清楚了，这家医院是咱们临时来的，我就算通天也没本事提前在这儿串通。沈梦，这回的鉴定结果你必须得认。悠悠，如果是真的，这一回你一定要帮我。好，做就做，结果天亮就能出。沈梦，我们就在这儿盯着你，别想背着我们耍什么花招。梦梦，你也别怪我，谁让你命好，过得那么幸福，老公又帅，爸妈还给你留了那么大一笔遗产，实在是招人嫉妒。嫉妒我？既然你这么羡慕，那我就祝你早点父母双亡，也领一份遗产。你就只能现在咒我2句了。沈梦，等天一亮，鉴定结果出来，你就会变得一无所有。沈梦之子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家属跟我去取一下。我也要去，省得你们在路上做手脚。沈梦女士和宋琦先生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不是亲生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肯定不是。那还用说，我们生殖中心的结果怎么可能出错？我早就找村里的神婆算过了，我们宋家今年就没那子孙福，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。真是奇了怪了，别人家都怕孩子不是亲生的，你们家倒是挺期待。医生，请直接公布结果吧。经检测，宋琦是沈梦之子的生物学父亲。悠悠，他真的做到了。臭不要脸的，吓坏了吧？我告诉你沈梦，赶紧跟我儿子把婚离了，把那7套房老老实实交给我们宋家，然后带着你那个孽种滚出海城。你有病吧？在这发什么神经？刚才医生的话你一个字都没听见吗？你还敢骂我？你能不能冷静点？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孩子就是宋琦亲生的。什么？你敢打我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打这老太婆一巴掌，
浑身都舒爽。怎么不可能？我生我老公的孩子天经地义。老公，爸妈，我看你们全都被这个女人给耍了。她拿那份假报告就是想离间咱们家的关系。儿子，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孩子真是咱老宋家的孙子？那怎么可能啊？你不是说已经把精子给换了？爸，沈梦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买通了这家医院的医生？哎，我说这位家属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们爱幼医院是正规3甲，每份报告都有主任签字和防伪钢印，这份报告绝对没问题。你这是在质疑我们的职业道德。宋琦，别在那儿演了。无论你有多不服，事实就在这儿，我没出轨，孩子就是你。而你为了吞掉我爸妈留下的那7套房，在鸡汤里下催产药害我早产，还串通何晴用假报告诬陷我，你才是这场婚姻里的过错方，想让我净身出户。做梦，该滚出家门的是你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，你别血口喷人。否认有用吗？我产检一直都很正常，怎么可能喝了你的汤就突然早产？在来医院的路上，我已经通知我表姐带人去了家里，把剩下的鸡骨头和残汤都拿去检测了。只要结果一出来，我就立刻报警，告你故意伤害，甚至谋杀。什么谋杀？你少吓唬人！村头张大夫都说了，那药就是催产用的，只会让孩子早点出来，根本害不了人命。妈，你闭嘴！哦，原来那药是在中医张大夫那儿抓的呀。沈梦，你也不用在这吓唬我，开个价吧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离婚，你给我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？凭什么？沈梦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儿子低声下气伺候了你3年，像奴才一样，到头来我们什么都没捞着。我没工夫听你们在这忆苦图甜。同意，就现在签字。不同意，那咱们就警察局见。除了这药，我倒想看看你们这些年背着我到底还做了多少恶心事，够不够让你们进去待几年？不用那么麻烦。沈梦，我同意离婚，我也同意净身出户，不过我要孩子，孩子必须归我。他居然要孩子，看来他还是在怀疑鉴定报告是假的，想带走孩子继续折磨我。可是悠悠，好，孩子给你。你到底是谁？妈妈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妈妈，我是你的女儿沈悠悠，我来自18年后，在那个未来，你带着我过得非常拮据，到处都是网友的谩骂。你在说什么？因为心里压抑着太多的仇恨，你得了严重的抑郁症。在我12岁那年，你自杀了。我知道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宋琦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我想帮你，也想帮我们娘俩改命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一开始我帮的都是倒忙，差点害得你提前生产。还好，妈妈你之前在心里的那些话给了我新思路。我不只可以附身在还是胎儿的自己身上，还能短时间附身在别人身上。只不过这种能力也是一阵一阵的。悠悠，你快跟妈妈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出产房的时候，你在我耳边说要重新做鉴定，我照做了。鉴定报告咱们可以做手脚，可你怎么能让我把孩子亲手交给宋琦呢？那可是我的亲骨肉啊！宋琦当初偷换了别人的精子，想栽赃你，可他那份精子也没浪费，阴差阳错被另一个来做试管的女人用了。那个女人前几天也在这家医院早产了，可孩子生下来后，她发现根本不是她想要的那个，竟然直接丢下孩子跑路了。刚才趁着没人注意，我附身王医生过去把2个孩子给调换了。现在带着你手环被送去给宋琦的那个，才是宋琦真正的亲生女儿。那你呢？我啊，现在正躺在另一个保温箱里呢。等我身体恢复正常了，就会被当成弃婴送到孤儿院。这简直比狗血小说还离谱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妈妈，你听好了，无论宋琦之后带那个孩子去做多少次鉴定，结果只会显示是他的亲生女儿。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死死守住外公外婆留下的那7套房，等风头过了，你去孤儿院把我领养回来，到时候咱们娘俩的好日子才真正开始。我记住了，悠悠，那到底是哪家孤儿院？是。王医生，您没事吧？我刚觉得胸口有点闷，请您进来瞧瞧。结果您说着说着就愣住了。您是不是这2天太累了？
刚才看您一直心不在焉的。当医生哪有不累的？我都快半个月没合眼了，这脑子确实有点糊涂。刚才那一阵我都不知道自己站哪儿了。行了，你这顺产没什么大碍，这2天试着下床走走，恢复得快。孩子那边你别担心，都好好的，睡个把月就能出来。沈女士，这就是您的孩子，发育的挺稳。我知道，这箱子里躺着的是宋琦的亲骨肉。悠悠，你在哪儿？实在是找不到，还是先走吧，没办法了。我和宋琦的家肯定是不能去了，先去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吧。宋琦，离婚协议写好了，明天上午10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你别动手！沈梦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狠心？为了保住那点钱，你连亲生女儿都不要了！瞧你说的，跟着我哪有跟着你这个亲爹过得好？反正孩子有亲生爸爸疼，我放心的很。听说这几天他又在医院偷偷给那孩子做了一次鉴定，结果当然还是一样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还是我的？那医院肯定有问题。我要带孩子出院，换个城市再做一次。医生不是说了吗？那孩子肺部发育不成熟，至少得在保温箱里待够半个月。你想让他死在半道上？行了，别磨叽了，孩子都给你了，赶紧签字。离婚冷静期1个月，沈梦，1个月后我看你还有没有脸要这么多家产。哦，王大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身体有没有哪里不对劲儿？挺好的呀，沈女士，您放心，我这身板壮实着呢。虽然悠悠不在身边，但该做的月子1天也不能少。更重要的是，悠悠上次的话说了一半，如果她能量恢复了，说不定会再次附身到月嫂身上，告诉我孤儿院的准确位置。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在老房子里做了一个舒舒服服的月子，把身体养得很好。可惜，直到他走，月嫂也一次都没有变过身。看来悠悠的能量还没恢复。宋琦，冷静期到了。上午10点，民政局门口，带好证件。莫名其妙，真是有病。他可能真的有病。曾经那个衣冠楚楚的宋琦彻底不见了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，看在女儿才刚满月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哎呦，这女的也太狠了吧！孩子才出月子就要离婚？你看那男的都折腾成什么样了，女的倒穿得光鲜亮丽，这一看就是不管娃不管家的主，一点当妈的样都没有，心真硬啊！老婆，我真的知错了，咱们不离了好不好？我发誓，以后一定对你像以前一样好。不对，我会对你和女儿加倍的好。当众跪地，利用路人舆论，这是想道德绑架我。可惜了，我没有道德，你就绑架不了我。是你女儿吗？你不是要做亲子鉴定吗？趁着这冷静期1个月，你背着我鉴定了多少次了？说。17次，是，全都是。沈梦，那真的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就是因为她是我的女儿，咱们才更不能离婚啊！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重新开始，我们一起好好把她养大，行吗？哎，
算了算了，姑娘，他怀疑你是他不对，但他这也是在乎你啊。况且孩子是无辜的，离了婚孩子多可怜。既然他都诚心认错成这样了，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吧。看他这一身邋遢样，都是为了亲骨肉啊！亲骨肉，那是他的，可不是我的。宋琦，收起你那副深情款款的嘴脸，我看着恶心。你不就是发现自己根本拿不到我爸妈的遗产，才在这死皮赖脸的拖着不离，好盘算下一步怎么吃绝发吗？可惜你没机会了。忘了告诉你，搬回老房子前，我在家里装了隐蔽摄像头。这1个月你做了什么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居然监控我！你爸妈怕带娃辛苦，早就溜回老家了吧？你一个人弄不了那个早产的孩子，只能叫你的好帮手何晴去家里帮忙。这一来二去的，照顾孩子照顾到床上去了。宋琦，这就是你说的知错，这就是你说的加倍对我好。要是不是宋琦，这时候我们两个人啊！我呸！原来是个道貌岸颜的渣男，老婆还在坐月子呢，就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简直太恶心了。这种人就该断子绝孙。吃软饭还惦记人家父母的遗产，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捞男啊！够了，不就是离婚吗？离就离。领完证，感觉全身的每个毛孔都舒爽透了。沈梦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这辈子你永远都别想再见到那个女儿。谁想见那个冒牌货？你还是自己留着慢慢养吧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医院最近产生的弃婴或者没人要的孤儿，一般都会送到哪里安置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按照规定，我们这里不能透露任何患者的信息。你误会了，我要找的不是患者，是那天被剩下的没人要的孤儿。那也是从我们医院接诊出去的患者。为了保护隐私和安全，相关流向真的不能对外透露，请您谅解。沈梦，别慌，悠悠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。只要能找到她，一份亲子鉴定就能证明一切。海城市就算再大，能安置婴儿的孤儿院也就那么多家，一家家找过去，我就不信找不回我的女儿。这是全市最后一家了，悠悠，你一定要在这儿。她是我的女儿。胡说，这是我的女儿。我没胡说，她是我的。你不信？走，现在就跟我去医院做亲子鉴定。做就做，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和这个陌生男人竟然真的是悠悠的亲生父母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陆学明，家里3代单传。3年前，我因为车祸一直陷入重度昏迷。当时他偷过我的保姆动了歪心思，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弄走了我的那个。怀孕7个月后早产生了个女儿，直接找上我爷爷，说是陆家的骨肉。我爷爷赶到医院做了亲子鉴定，发现他撒谎，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。直到1个月前，我醒了，我总能听到耳边有人叫我爸爸。后来我顺着那个声音的指引，竟然真的在孤儿院找到了我女儿。这怎么突然哭了？是不是病了？怎么办？给我。死丫头，原来之前给我那些提示，弄出那么多波折，都是为了找你这个亲生爸爸去了，怪不得不来找我。算了，我不怪你。也许在前世，你跟着我受了太多苦，这一世，你也想弥补那个没有爸爸的遗憾吧。虽然是阴差阳错，但我确实生了个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女儿。事已至此，以前那些狗血的烂事儿我也不想再提。
既然她是我们的女儿，那就共同抚养。现在女儿还小，必须先留在我身边。好，我没意见，我会按月出抚养费，只要我有时间，我就会去帮忙带孩子。我会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，不仅是金钱上的，还有陪伴。行，那我们就这么定了。个10、100、1000、万、10万，1个月抚养费50万。这陆学明到底什么来路？陆学明，1000亿身家，陆氏集团。刚才在医院怎么没发现？陆学明那张惨白的小脸，仔细瞧瞧，还真是怪好看的。这泼天的富贵，我必须得接住。沈梦，你可真敢啊！刚认识半天就求婚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老脸都丢光了。哎，不对，丢脸算什么？这可是身价1000亿的豪门。沈梦，你要是怂了，那才是真的脑子进水了。婚姻非儿戏，你我尚不了解，先从相处开始。至于女儿，我会全权负责，绝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豪门子弟果然没那么好糊弄，还相处开始，说白了就是还要考察我。小没良心的，你倒是睡得香。你知不知道，你以后就是陆家的大小姐了？只要有你这个小纽带在，我还能让他跑了不成？妈妈，爸爸超有钱的，你赚翻了！而且他人讨好，不会像宋琦那样坏心眼。知道了，你这个小机灵鬼。老实交代，之前在医院故意跑到那个陆学明身边，是不是早就看中人家是富豪，想给妈妈拉个长期饭票？当然了，我可是从未来回来的，早就查过所有人的底细了。陆爸爸人好又有钱，跟妈妈绝配。这小丫头到底是会替我打算。听医生说产后皮肤容易干燥，这套是定制的，你留着。陆总，你每周这么个搬法，我这老房子快成奢侈品仓库了。其实那些燕窝我都快吃出流鼻血了。我不希望我的女儿用任何菜品。至于你，养好身体才能照顾好她，这是最基本的投资。我来吧，你这身西装挺贵的，别沾上。不用。悠悠乖，不闹了，爸爸在。陆学明，你到底是陆氏的掌门人，还是特种奶爸特训站出来的？这拍嗝的姿势，专业的有点过分了。只要我想做，没有做不好的。清冷疏离是他的保护色，但这细心到极致的温柔，陆学明，你真是个让人看不透的男人。宋琦当时甚至已经算好了每一套房产的归属，他以为只要抛出一张假报告，我就会丧家之犬一样被他们全家扫地出门。用自己的亲生女儿做筹码，去博取一个吃绝户的机会，这种人简直刷新了底线。什么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我现在不仅工作没了，宋琦也破产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何晴被起诉，宋琦被催债。陆总，这动作够快的。我只是顺手推了一把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确实大快人心。这只是开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明明亲手换掉了，怎么可能次次都是亲生？海城做的是亲生，隔壁市做的也是亲生，全省的医院都中邪了吗？宋
宋琦，你有完没完？这1个月你跑了17家鉴定中心，钱全砸在这上面了。孩子还在发烧，你能不能先管管他？管他！我本想靠这个孩子拿捏沈梦和晴。疯了！是不是你在中间搞了鬼啊？我搞鬼？我连工作都丢了。当初是你求着我换报告的，现在你反倒赖我。错，我再去做一次。宋琦，你已经疯了！钱呢？宋琦，你把最后那点生活费也拿去买酒了。我为了你连工作都没了，现在连饭都吃不上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工作没了怪我，是你自己蠢，连个报告都换不明白。当初说好的7套房产呢？说好的泼天富贵呢？何晴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！我扫把星？当初是谁求着我帮他算计遗产的？是谁信誓旦旦说等沈梦惊风出户就娶我的？现在你成了过街老子，倒想把我甩了？啊！又打！天天吵得人没法睡觉！报警，赶紧报警！再打下去要出事情了！都不许动！警察同志，我要揭发他谋杀！他在沈梦的鸡汤里下药，故意害她早产，就是为了抢遗产。明明是你！是你为了报复沈梦，利用职务之便伪造了亲子鉴定报告。老实点，走走。别再抵赖了，证据已经摆在面前。宋琦，沈梦提交的家里监控，你下药的过程拍得一清二楚。何晴，这份药物检测阳性报告，还有你伪造的鉴定报告底腕，证据确凿，你们涉嫌故意伤害、诈骗等多项罪名，老实交代吧。梦梦，这款功能多，但那款材质更安全，你决定用哪个？我都听你的。陆总，这种几千块的小事也用问我？你1秒钟上下几千万的人，不觉得大材小用？照顾你和悠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生意，而且我只想听你的。悠悠宝贝，以后你就是陆家唯一的公主，想要星星，爸爸绝不给月亮，好不好？沈梦，以前的债我已经帮你讨回来了，以后的路我只想要把你和悠悠宠上天。梦梦，咱们一家人的事也该正式定下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带你和悠悠回陆家老宅，拜见爷爷还有爸妈，正式让全家人认可你，定下我们的婚事。陆家百年门楣，选孙媳妇向来慎重。沈小姐刚离过婚，还闹得满城风雨，这事儿在圈子里传得不好听。是啊，薛明，以你的身份，什么样的名门千金找不到？外界会说对我们这种压力。名声是给外人看的，日子是给自己过的。梦梦为了救我的女儿受了多少罪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老爷子，伯父伯母，我结过婚是事实，但这并不是我的污点。如果陆家在意的是那几张报纸的头条，那确实是我唐突了。他爷爷长得好严肃呀，但他身上有甜甜的味道，肯定喜欢悠悠。爷爷，让悠悠坐这儿，你也方便看看孩子。悠悠乖，坐好跟他爷爷打个招呼呀。来，悠悠宝贝儿，看看太爷爷给你带了什么。这孩子啊，真是机灵的紧，跟我家学明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爸，您看学明的眼神，除了沈梦，他怕是这辈子谁也看不上了。沈丫头，以前的事就翻篇了。既然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？办事还不赶紧把证领了？我陆家的曾孙女总不能一直这么没名没分的在外面待着。下个月16就是好日子，学明，你抓紧点，别让人家姑娘等太久。听到了吗？爷爷在催婚。沈梦，过去那些年，我缺席了你的痛苦，也错过了悠悠的出生。往后余生，我不只想做悠悠的爸爸，更想做你的丈夫。我想亲手给你们母女撑起一片天，给你们一个再也没有欺骗、只有温暖的家。沈梦，你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悠悠，慢慢来，走向爸爸和妈妈。我们悠悠真棒，越来越厉害啦！让悠悠当我们的小花童吧，她一定是最可爱的那一个。妈妈，我要把花花洒在红毯上，给你和陆爸爸送祝福。太棒了！妈妈和爸爸终于结婚了，我们一家三口要永远在一起。沈梦，我爱你，此生定不负你。